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这一期视频是暗黑4第4赛季死灵法师纯招玩法的开荒攻略。在第4赛季得到加强之后呢，召唤死灵应该是全职业前期最强力的开荒打法了。原因一是加强之后的召唤物现在可以全额享受死灵吃到的绝大部分增益了，就包括是自力爆伤、攻速这些词缀，还有各种的被动增益。而召唤物的基础伤害它本来就不低啊，结合起来呢，纯招在前期就会有极高的基础伤害，中期你的装备威能成型之后，哪怕是小骷髅都能秒小怪了，大大的降低了召唤物笨笨 AI 对前期开荒的不利影响。其二就是呢，在开荒阶段，我们可以直接刷地下城来获得控师还有部曲指挥官两个非常强力的低保威能。前者呢是全程独立的 30% 减伤，后者是开启期间最少 70% 的独立增伤。巅峰方面，我们也能在前期就点出来极高增伤的邪性领袖和魁梧躯体，这两个对伤害提升极大的传奇节点。对新手跟中老年玩家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开荒阶段实际上是没啥操作的，就是小弟打怪，你在旁边挂挂 buff， 然后呢没事开傀儡拍一下就好了。不过想要顺畅开荒的话呢，一个稳定的网络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要早早开始挑战 BOSS 的死灵来说。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悠悠加速器啊，在 PTR 期间这是我的首选加速器，它拥有高速专网、动态加速，还有防丢包的黑科技支持。最直观的使用体验呢，就是延迟极低，不会出现那些你被控住打死了解控用的血雾才因为延迟释放的情况。而游玩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稳定靠谱的。如果你是大学生用户的话呢，就更好了，悠悠对大学生的打折力度是非常大的，高级会员直降94，平均5毛一天啊！你在 PC 端点击大学生优惠就能看见了。如果你此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下载加速器之后点击右下角的优惠兑换，然后输入琉璃子这个专属口令，就能兑换到悠悠加速器的免费时长了。而如果你是新人不懂怎么下游戏的话，悠悠还内置了各种实用的攻略啊，从战网教程到互动地图和加点模拟都应有尽有，可以照亮你的暗黑之路。言归正传啊，接下来我会先简单说一下开荒阶段各种召唤物的功能和王者之书的选择，然后就是按照这张图表为你依次介绍各难度死灵需要做的事情。死灵法师的召唤物一共有3种啊，其中的骷髅跟骷髅法师是同一技能召唤的，这一个技能在开局就解锁了，15级之前呢，我们只能用它召唤骷髅。通过王者之书，我们可以自定义召唤物的属性，前期就带+1只的突击者，解锁夺魂者这个选项之后，再把它换成夺魂者的左边升级。这个升级的效果是夺魂者的强力攻击会刷新我们技能的冷却，前期呢我们用它来刷王者大军的效果非常好，后期更是能使用它来实现无限的血雾。骷髅法师在15级才能解锁，解锁之后默认的暗影法师开光是很好用的，原因在于这一法师的攻击是可以穿透怪物的，配合卷须呢就能高效的处理集群的敌人了。后期我们转型暗影之后还能用它来高效的触发枯萎威能。傀儡需要我们25级完成精通任务之后才能召唤，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召唤物。释放傀儡技能之后，它可以给我们解控啊。开局解锁的白骨傀儡在开荒效果是一般的，强化选择右边的荆棘分支就好了。之后呢，解锁的鲜血傀儡也选择右边的分支。普通情况下它的输出是所有傀儡里最高的，但是技能冷却时间比较长，前期不好用。最后解锁的钢铁傀儡选择左边的升级，可以让傀儡打出更多的 AOE。开荒阶段呢，建议推图带钢铁啊，打 BOSS 用鲜血。在整个开荒阶段，纯招的操作都是比较少的，装备跟技能成型之后，我们刷图基本上就是走过去丢一下枯萎跟诅咒，然后呢看傀儡和召唤物输出就好了，自己时不时的 buff 一下骷髅，然后手动控制傀儡来输出精英和 BOSS。 打 BOSS 或者精英的话呢，再开个大军就行了。想要简化操作的话，你可以在难度3刷瓦尔森获取一个魂戒，这样呢卷须和 buff 骷髅就已经全自动了，我们只需要丢诅咒和控制傀儡就好了。接下来是纯招死灵开荒的整体流程，这张流程图也会晚点更新在视频评论区啊。在进入难度3之前，我们掉落的传奇是不多的，所以整个流程基本是可控的。难度3之后呢，根据你掉的传奇不同，刷图的倾向也是会不同的。所以在难度3之前，我会说一下关键等级要做啥，难度3跟难度4就只是提一下装备词缀和回火吸球，还有给出配装让各位操作页了。注意，以上的流程是均为单人考虑的，组队情况下呢，你要参考技能和威能搭配自己改改。如果你在赛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声望收集，那么你的1级死灵应该是有10个技能点的，前10个技能点就这样加就好了。用加强之后的分解来回能，对怪丢枯萎来同时征服自己跟骷髅。这个阶段骷髅的输出占比是不高的，你要追求效率可以点一下施暴，配合恐怖收割可以获得不错的回蓝。开局的建议呢是直接走到吉奥瓦沙左门口，这里一定会刷新一个随机事件。
这个事件在小地图上会有橙色的标记啊，做完它就能让我们升到4到5级。之后呢，建议是直接去刷2个低保副本。我们在游戏中按 Y 打开威能宝典，在进攻威能里找控师以及部区指挥官，点击它们就能在地图上标记出这2个威能的副本位置了。你要懒得找的话，可以参考这2张图啊。打完这2个低保副本之后，我们应该有11到12级了。这个时候就看赛季旅程，如果赛季旅程的奖励很不错，那就去做一下；奖励比较差的话，就去刷血脉掌握威能。这些低保威能获取之后，我们可以在秘书师这里用一定代价把它们刻印到黄色或者传奇装备上去。刻印之后呢，装备就会自带这些威能了。没解锁大军之前，我们只需要把控师打项链就好了，可以获得最多 45% 的服从伤害提升。核心的威能收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刷狂潮了。地狱狂潮呢是游戏中红色的区域，每个小时都会刷新自己的位置。暴雪在第4赛季加强了狂潮怪物的密度和刷新率，我们正常进入其中刷怪就好了。刷怪爆的余烬可以用来开其中的宝箱，开宝箱可以让我们获得经验和装备。如果你要稳定点刷的话，可以在狂潮里寻找事件点和鲜血侍女的献祭点，这个附近应该会有玩家，他们可以提升你的经验效率，也能加快屏幕中的怪物刷新速度。刷狂潮，如果你不知道往哪里走，就点狂潮里的地狱任务，按照任务的指引走路刷怪就好了。如果你有点社恐的话，也可以选择刷狂潮里的地窖，地窖里是一定会刷一个事件出来的。做完之后呢，我们轮盘返回到出口，然后再打开地图重置地下城，就能重置地窖来反复刷地窖了。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手段，就是前往游戏中的2个 PVP 区域。这2个区域内的任务是非常好做的，可以在其中快速完成地狱任务，然后再去开地狱宝箱升级。不同难度的地狱任务都是独立的，所以你难2、3、4都可以去刷一轮。当然仅限开荒当天因为过几天之后这些区域就全是 PVP 玩家了。总之按照以上的流程吧，我们可以非常顺利的练到25级。这个时候呢，就会解锁职业的专精任务。我们前往基奥瓦沙左上角完成任务，就能解锁自己的傀儡了。有了傀儡之后，基本上就是嘎嘎乱杀了，你甚至可以25级就去尝试大教堂。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刷到30或者35级再去，不然到了难度3你也穿不上神圣的装备。刷大教堂之前，我们可以给自己的武器还有戒指进行回火，回火就选择伤害类的就好了。到难度3之后，我们需要适当的补充等级，建议是刷地窖或者游戏中的要塞，这里面的怪物会比狂潮的更菜一些。到35级之后，我们就能穿神圣装备了。这之后呢，再出去刷狂潮就会轻松很多了。难3的练级思路跟难2是差不多的，你要稳定的话就刷狂潮，要休闲的话刷地窖，想要更悠闲一点就去刷各种要塞敲钟。如果你追求速度的话，那么就得通过完成悬赏任务来获得噩梦地下城门票，然后呢去刷带有额外经验奖励的噩梦地下城了。不过死灵本身走的比较慢，刷噩梦地下城会不太舒服。我的建议是直接狂潮摸鱼做其中的地狱任务就好了。难3开始呢，狂潮的箱子、召唤的鲜血侍女还有地狱任务都会给我们奖励打 BOSS 的门票，其中地狱任务奖励的门票可以在树下的坑里开瓦尔森，这是一个55级的小 BOSS， 40到45级就能很轻松的做掉它了。它有概率掉落魂戒，让你的摆烂更进一步。难度3的装备威能可以参考这一套，注意项链位置的秘术统计是非低保威能，我们正常情况下得刷怪爆出来才行。而如果你的瓦尔森爆了魂戒，那么就把一个戒指的威能换项链，然后呢把秘术统御给放到衣服上去。难度3期间的装备词缀和回火，你可以参考表格里给出的意见我个人觉得比较核心的是鞋子跟项链的移速，还有攻速和暴击之类的输出词缀，其他的随便堆堆，有啥用啥都能打得很舒服了。难度3通关堕落神殿之后就能进入难度4了，我建议你50级再去刷它，因为在50级的时候我们可以解锁巅峰系统，有做声望收集的话呢，你开局就有20点的巅峰，吃到巅峰盘的加成再回火一些伤害，我们就能非常轻松的通关堕落神殿了。之后要做的事情跟进难度3是差不多的，区别在于抗性和护甲的均衡，以及巅峰盘前期的加点。我们要在前期最效率的点出邪性领袖和傀儡大师2个传奇节点，还需要把自己加随从的攻速加起来堆到 100%， 吃满增伤。难度是前期的开荒大军构筑可以参考这一套，因为这个难度的怪物伤害有点高，所以我们去掉了枯萎，带上了血雾追求生存，根据自己掉落的传奇装备和威能进行调节就好了。中后期你刷到 100% 以上的枯萎威能就能转型成无限血雾暗招了。这一套构筑呢，我明天开荒结束了再发。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今晚要熬夜开荒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